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你我刚刚见证了一场以压倒性的全方位武装力量，在2个小时内灭掉一个国家的史诗级突袭事件。川普和他的核心内阁成员在1月3日中午就委内瑞拉军事事件做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整个发布会的内容劲爆。我刚刚完成了有关这个新闻发布会的中文口头直译节目，上传到了我的杰森新闻快递有关频道。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会对整个军事行动的核心内容进行总结和进一步解读。1月2日深夜，全球军事史上上演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降维打击。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场自2战以来从未见过的海陆空全方位压倒性的武力的史诗级突袭。这场军事行动的代号是绝对果断行动，目标只有一个，将长期被美国政府起诉的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和他的妻子抓捕归案。为了这一刻，美军和情报部门已经秘密筹划演练了数月之久。整个情报监控程度到了什么地步？美军甚至掌握了马杜罗每天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甚至连他宠物的每一项习性都了如指掌。这种全方位的情报网由美国的 CIA、NSA 和 NGA 共同造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在发布会上就说，我们反复演练不是为了做对，而是为了确保不会出任何差错。这场突袭最煎熬的部分不是交火，而是等待。凯恩将军透露，委内瑞拉这个季节的天气极其多变，简直是飞行员的噩梦。从圣诞节到元旦，成千上万的美军精锐就像拉满的弓弦，在加勒比海的军事基地静静坐等适合进攻的天气。2026年1月2日晚上10点46分，委内瑞拉上空厚重的云层裂开了一道缝隙，那是一段极其苛刻的天气窗口。低云层、复杂的海况，只有世上最顶尖的飞行员才能在这种环境下穿过海洋和山脉，直达目的地。晚上10点46分，川普总统意识到天机已至，他对着麦克风下达指令：祝你们好运，上帝保佑。刹那间，部署在西半球20多个不同美军基地的军事机器同时启动，超过150架飞机腾空而起，包括F-22、F-35 战斗机和 B-1 轰炸机，形成一个遮天蔽日的复杂立体阵列。但这次行动最科幻的部分在于，美军并不是强攻进去的。随着机群逼近，美军利用特定的技术专长，让加拉加斯，也就是委内瑞拉的首都，灯火瞬间熄灭，整座城市陷入死寂的黑暗。正如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描述的，那是黑暗的一刻，也是致命的一刻。载着精锐抓捕部队的，也还包括执法官员的这个直升机编队，在海面上近100英尺的高度掠海飞行，以此躲避雷达。而太空司令部和网络司令部联手施展了某种黑科技，在电磁频谱中强行开辟了一条隐形通道。打个比喻，这就好比是在敌方的雷达网上强行涂抹了一层数字隐色剂，而同时在它的雷达监控系统中又插入了一段好像显示一切正常的录像。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比喻。那么在黑暗中，美军切断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的供电系统，随后在几秒钟，美军就精准地摧毁了委内瑞拉的整个防空系统。委内瑞拉军方不仅看不见美军，甚至连自己的警报器被切断了都不知道。就在这样的掩护下，特种部队的直升机编队在海面上飞驰掠过，利用整个地形产生的杂波，完美地避开了所有委内瑞拉的探测和雷达体系。凌晨2点01分，美军突然降临在马杜罗所住的大院中。尽管马杜罗早有戒备，处于所谓的备战状态，但在美军的绝对武力压制面前，委内瑞拉军方的抵抗显得苍白无力。马杜罗疯狂想冲入一个厚重的全钢的躲避室里，
但他甚至没来得及关上那扇沉重的大门，就被突然涌进的美国特种兵捕获。虽然现场的枪战非常激烈，甚至一架美军直升机都被击中了，但是幸好那架直升机依然有强大的韧性，可以完成使命，飞回原地。抓捕完成后，直升机编队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顶着零星的地面火力开始撤离。美东时间1月3日凌晨3点29分，凯恩将军确认抓捕部队已经完全撤离委内瑞拉领空，回到了位于公海的美军舰艇上。就这样，在持续1个半小时的军事行动中，美军无一人死亡，无一件军事设备丢失。在新闻发布会的同时，据说马杜罗夫妇被正式关押在硫磺岛号两栖美军攻击艇上。目前这艘军舰正驶向纽约，因为美国司法部已经在1月3日早上7点，也就是他被抓捕后的4个小时，向纽约南区法庭提出了对马杜罗和他妻子的起诉书。川普总统在发布会上明确放话，美国将直接接管并开始运作委内瑞拉，直到能够实现一个安全、妥当、谨慎的权力过渡为止。他反复强调，美国绝不会像以前那样抓了人就拍拍屁股走人，然后看着那儿重新陷入混乱。这一次，美军和相关的管理团队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确保那里的局面彻底回归正常。那么具体谁管呢？川普透露，他已经任命了一个管理小组，成员主要就是站在后面的这群人，其中包括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和国务卿卢比奥。川普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军并不害怕直接派部队入驻，为了确保接管顺利，美军会根据需要确保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强大的军事震慑力。事实上，川普说，美国的军事计划中原来明确的是有第二波军事进攻的，只是因为委内瑞拉的整个军事体系崩溃的太快，他现在发现已经没有必要发动原来准备的美军的第二波进攻了。川普在会上明确说，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在马杜罗手里已经彻底烂掉了，基础设施严重老化腐朽，石油产量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了。事实上正是这样子的。你要回看历史，目前委内瑞拉每天的石油产量只有70万桶，而在1998年，27年前，也就是在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左派强人查韦斯掌权之前，当时委内瑞拉每天的石油产量是320万桶。委内瑞拉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大约是3000亿桶，全世界第一，比沙特阿拉伯还多。它的整个石油储量占全世界石油总储量将近20%，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无限财富的国家，在过去的10几年，大量国民连基本温饱都不能满足，1/4的国民不得不逃亡到其他国家去谋求最基本的生存机会。委内瑞拉社会主义左派独裁者查韦斯在1998年大选中获胜，从1999年执政以后，他非常幸运，碰巧赶上当时全球油价由每桶20美元飙升到2007年的140美元，整个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暴涨，这让查韦斯用石油的财富一下子开始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委内瑞拉的国内的社会福利项目，结果让他的支持率爆棚。在他强大的国内民意支持下，查韦斯从2007年开始就实施他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的最大的举措是大量没收国际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各项资产。2007年，查韦斯宣布，委内瑞拉的国有石油公司必须对所有在委内瑞拉运行的国际石油公司持他们60%的股权。其中，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公司拒绝接受这样的条款，结果他们在委内瑞拉的所有石油资产都被委内瑞拉政府无偿的全部没收了。另外一个美国石油公司雪佛龙石油公司被迫接受了
这样的新的条款，因此委内瑞拉政府给他们保留了一小部分权益。ExxonMobil 和康菲当然不服，他们就向国际仲裁法庭提出起诉。那么国际法庭最终判决这些石油公司胜诉，委内瑞拉政府应该向他们赔偿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金，但是委内瑞拉政府拒绝执行法庭的判决。随后呢，委内瑞拉政府还实行了大量的其他没收外资的行动，包括对电信系统、电力系统、钢铁、水泥银行等各个行业的国有化。到2010年还没收了美国食品公司在委内瑞拉的大量的工厂，而且呢，把大量的私人农场也划为委内瑞拉政府国有。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委内瑞拉和美国关系急剧恶化，也造成外国投资在委内瑞拉急剧减少。虽然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对委内瑞拉实施具体的制裁，那么到2013年查韦斯去世后，他的助手马杜罗在有争议的选举中靠作弊获胜。在他上台的前后，因为国际原油持续高涨，那么委内瑞拉的国有石油公司一直被委内瑞拉政府作为一个提款机，只是从石油公司取钱，而没有任何给石油公司的技术投入，造成整个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生产效率急剧下降，大量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在国有化后流失。在那几年，这些石油公司的产量就开始从1998年每天320万桶降到了2016年的约200万桶。而且呢，雪上加霜的是，在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100美元迅速再跌到了2016年的每桶30美元。而委内瑞拉90%以上的外汇收入是依靠石油出口的。那么石油收入暴跌，造成委内瑞拉政府只能靠印钱来弥补财政赤字，因为他必须实现他以前承诺的各种社会福利，结果就造成了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货膨胀被启动了。而且呢，因为他垄断了电信、电力等等其他的各种行业，结果造成整个社会生产效率低下，导致物资在各方面都严重匮乏，出现食物药品严重短缺的问题。从2017年以后，委内瑞拉的 GDP 累计收缩了超过67%，就是萎缩了超过一半还多，而通胀一度达到每年100万。石油的产量在这过程中又进一步萎缩到了每天70万桶左右，不到高峰期的1/4。在这个过程中，全国人口出现大量赤贫，很多人完全吃不起饭，被迫全国1/4的人，就是超过700万人逃亡到其他国家谋生，整个国家处于崩溃的状态。从2017年开始，川普政府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严格的石油控制和经济制裁，冻结了委内瑞拉的国家石油公司和政府官员在美国的资产，制裁众多委内瑞拉的官员。这些举措进一步摧毁了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切断了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因此，马杜罗不得不通过中共、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支持勉强存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川普接管委内瑞拉的计划是这样子的：首先，他要让那些被查韦斯政府赶出去的美国石油公司重新回到委内瑞拉。全球最大的这些美国石油公司将给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重新投资数十亿美元，修复那些彻底烂掉的整个石油产业的基础设施，包括管道、油井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保证这些石油公司不但能拿回以前被委内瑞拉政府掠夺的财富，而且还能拿回他们这次投资的回报。对这些石油公司的财富掠夺被川普称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财产损失案，所以现在川普只是要美国拿回属于我们的这个财富，以此来偿还美军在这次和此后军事行动中的支出，以及过去几十年被委内瑞拉政府所侵占的那些损失。当然与此同时的话呢，随着美国石油公司的投资，让整个委内瑞拉的原油产量恢复到20多年前
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给委内瑞拉当地人带来财富，赚到的钱不仅会偿还美国，同时也会用来振兴委内瑞拉，让当地的人民和那些流亡在海外的委内瑞拉人能重新过上他们20多年前富裕的生活。川普的逻辑很简单，他说他需要稳定的像委内瑞拉这样的邻居和他们国土安全以及他们能充分利用的这种资源，来保证美国后花园的稳定。总而言之呢，川普这次接管计划就像是一场武装破产清算。美国既是债主，也是新的首席执行官，他要用最强硬的手段把委内瑞拉这块地盘从独裁者的提款机变成美国治下的安全能源库，让美国公司拿到他们被抢走的财富，同时让委内瑞拉人民能真正从他们脚下的这些能源资源中获得收益。正如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总结的那句话，我们不会白忙一场，我们要把这个国家运行的井井有条，让它赚大钱，让所有的人都得到补偿。有关这次军事事件的一些核心内容，我就总结在这里。下面的话呢，我可以请我的助理用提问的方式，我们再探讨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美军这次抓马杜罗是不是具有合法性呢？有关合法性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要从2个方面来谈。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呢，很多人认为这次军事不合法，是因为美军直接把一个国家元首从那个国家给解释出来了，你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犯。但是的话呢，其实卢比奥在去年7月份的一个 X 推文上已经暗示了为什么他们不认为马杜罗是一个合法的政府领导人。他们就是说呢，认为呢，马杜罗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把它叫这个毒品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个头子，他的整个权力机构都是这个像一个运作的完全像是一个毒品运作商一样，而且的话呢，他的这个本身就是在大选中，也不是就是光明正大的被老百姓选上去的，完全是靠舞弊，在2024年窃取的大选，所以说他完全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政府，甚至委内瑞拉的人民也不认为他是一个合法的国家领袖，所以说呢，本身不应该按一个常规的国家总统、一个合法的一个政府机构来看待马杜罗的政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历史先例来说的话呢，其实1998年，当时还是老布什执政，他当时在12月份的时候，对当时的巴拿马的一个总统，事实上就是做了一个斩首行动，直接就是去巴拿马整个抓捕那个当时巴拿马的那个总统，因为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他了。结果呢，他一下跑到了那个就是当时的梵蒂冈的就是大使馆，结果他躲到里头以后，美军没办法，就只好用高音喇叭对着这个大使馆用极大的噪音播放了几天，直到最后到1月3号，整整就是同一天，历史真的是很多巧合，就是1999年的1月3号，可能那个梵蒂冈大使也受不了了，所谓的那个总统也受不了了，就出来投降，然后美军带回来，然后在整个审判的过程中，他的团队以这个总统豁免的方式被美国的巡回法庭驳回，另外再以其他的方式，几种辩驳的方式都被美国司法从巡回法庭到最高法庭一一驳回。所以说呢，这个先例其实已经给目前抓捕马杜罗的所有司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且这次军事行动的话呢，川普的说法是，我不是入侵那个国家，我其实主要目的呢是抓马杜罗，因为马杜罗已经在美国的通缉名单上待了6年了，目前他的悬赏金额是5000万美元。那么呢，我实际上是派我的司法成员，刚才我在那个直升飞机飞入的过程中特意强调有司法官员在场，其实上它是一个，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远程抓捕行动。那为啥你要去轰炸他的军事基地呢？那就是说呢，这实际上是我要抓捕行动的时候，我怕他攻击我美国的公民，美国司法人员，就是为了保护我的司法人员，顺便把他们的空军和海军给灭了。就是某种上讲，这个逻辑是这样的，虽然呢听起来有一点点好像不可思议，但是它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就是从这2点来谈。
就是它本身正常的合法性的问题，另外历史先例的问题，再加上它是以这个执行美国的司法行动中保护美国公民这一点，把这些事情就是很多人就是甚至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法律教授在网上做了详细的评论文章，说川普在这个事件上是有比较坚实的法律基础的。那这一次戏剧性的行动，它对世界格局有什么影响？特别是你看，最近伊朗也好多天都在抗议了。对，先从委内瑞拉周边国家，也就是那个西半球，就是南美、北美这些国家来说，这次川普的行动其实呢是非常明确的展现了他叫历史上有个门罗主义，而川普在对于西半球、对于南美、北美的控制已经远超门罗主义的那个概念了，因此有人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做唐罗主义。就是说呢，就是当呢就是川普的版本的门罗主义，叫唐罗主义。它实际上是更升级的，它对于西半球的控制基本上要刚才我谈到叫后花园的控制。所以说他这一次行动之后的话呢，他直接点名了2个政府，一个是他说呢，这个古巴政府，过去的古巴政府完全是靠这个委内瑞拉的廉价石油维持的，而此时委内瑞拉已经归美国管了，那么他直接点名说，古巴也是一个整个垮掉的一个社会，那么古巴你要小心了。另外的话呢，是一个就是左派执政的总统，也就是是哥伦比亚的总统，叫做 Petro。他呢一直是反川普，南美最反川普的几个总统之一。前段时间不是跟川普直接对着干了一下子，后来川普用关税的方式把他压下去了。这一次委内瑞拉总统被抓以后，他是最担心、最害怕的。有人说他吓疯了，直接要求凌晨深夜要求联合国开会，紧急开会。当然联合国没人理他了。这次的话呢，川普也明确说了，那个 Petro 呀也是在他国家造这个毒品往我们国家送的，所以说他也要小心，就是用了一个很那个口语化的英语 watch his ass， 就是说呢要特别小心。其实他点到这2个独裁者以后的话呢，就是这2个独裁国家的话，你可以看到他借这一次对于这个马杜罗的抓捕，他事实上是要求整个南美、北美的国家都应该就是对美国足够的尊重。这实际上呢，对于整个西半球实施它的国家安全策略中间的西半球计划是极端关键的。那么全球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当然都知道了，中共、俄罗斯、伊朗，这个北朝鲜加上委内瑞拉，这就是一个邪恶小圈子了。那么委内瑞拉现在就夸叽就倒下了。2个月前，俄罗斯还刚刚跟委内瑞拉签署了一个联合防御这个和协约，就是协约就是我来保护你，结果2个月后委内瑞拉就不存在了。所以说你可以想象，这个俄罗斯的面子是跌到地上。而中共的话呢，我们更戏剧性了，在抓捕就是说呢10点半的时候，中共这个习近平派的特使还在跟这个马杜罗在那儿推杯换盏，说是我们要这个无上限的合作，然后整个上是600项合作项目，整个就是说呢是给马杜罗打气的一个角色。其实就在那个时间，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就在那个时刻，川普已经宣布要开始军事行动了，10点半的时候就决定军事行动了。据说在抓捕马杜罗的时候，中共的这个特使团还在这个委内瑞拉的首都没跑出去。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中共在这个就是拉丁美洲投资，据说一半都投给了委内瑞拉，将近1000亿的投资，这个巨大的投入，按这样的看着，基本上是白费了。当然，川普呢嘴上一直要说是我跟习近平关系很好，将来呢他们的石油还是能拿到的，但是的话呢，这一点实际上是川普生意人的做法，因为将来这些石油主要是美国公司在那儿运作，美国公司在卖，那卖总要买家嘛，中共买他的石油，美国赚钱，川普绝对不会拒绝赚钱的。但是有一点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中共目前大概是石油比例是这样，就是1/3石油靠俄国，1/3石油来自阿拉伯现有的这些跟美国友好的国家，1/3石油来自于伊朗和委内瑞拉这样子的被美国制裁的国家。那么如果将来这个就是阿拉伯那些石油国家跟美国基本上是同一个，就是比较听美国话的，而委内瑞拉的石油也主要
这个就是被美国控制的话呢，那么中共的整个石油供应链里头，将近一半事实上是在美国的控制下的。那么这个情况下，有人说，中共如果想发展，就是敢于对台湾这个进攻的话呢，美国从能源这个方向是能掐住中共的咽喉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中共真的是不但损失历史上的钱，而且会损失未来他对于台湾的压迫能力。当然，你要说到伊朗，那就更让糟心。就说呢，在川普这个就是在这个军事行动之前，川普特意发过一个，好像是在这个就是前两天前发了一个推文，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伊朗已经连续民众抗议，从经济上的抗议到推翻目前伊朗政府的抗议，已经持续了5-6天了。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川普发推文说，如果伊朗政府敢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开枪镇压，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推文当时就已经给整个伊朗民众造成了强大的这种这个鼓舞，同时的话呢，对于伊朗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但是很多人担心呢，川普又是说说而已。但是呢，从委内瑞拉这一次斩首行动，你可以看到，第一，展现的是川普并不是说说而已的一个总统，他可能会有一时候又做一些战略上的调整，但是他说的话基本上都实现了。而第二点就是美军的这个军事能力是惊人的。我刚才说了，2个小时灭一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事情，2个小时灭一个国家。就这样的军事能力，刚才谈到的就是上百架，就是150多架战机，从20多个空军基地，在最精妙的时间里头同时达到一个状态，然后整个让委内瑞拉绝对不是一个弱国。委内瑞拉的国土面积是中国的1/10，委内瑞拉人口是3000万，跟加拿大差不多。而委内瑞拉整个它有10几个就声称是俄罗斯最先进的 S-300的这个防空体系，而且它有5000枚肩扛式的这个地对空导弹。这些地对空导弹就是当时就是在乌克兰战争中，乌克兰是让俄国那个空军都不敢进入领空的，但是整个过程中完全像是没有拥有一样。就是美军这个强大是超乎一切世界其他国家不可想象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也让伊朗的整个独裁政府非常担心，同时给伊朗人民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有人现在说，就是说伊朗政府就是至少在那个国际那个赌博有个网站上说，伊朗政府现在在今年年底垮台的概率已经从就是去年年底的1%、2%上升到了30%多。虽然还没有到一半，但是已经是巨大的上升了。所以说呢，整体来说，伊朗如果美国这次行动对于中共和俄罗斯是经济上的和面子上的一个损失，而对这个伊朗很可能是一个就是致命的，就是伊朗现有政府是一个致命的这个压迫。当然，它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对于全世界的重组，包括整个能源市场。有人说呢。就是因为委内瑞拉最近这周年一直被美国政府制裁，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加拿大的原油可以流入美国。但是呢，加拿大政府在最近跟美国的谈判中一直很硬，跟川普政府顶着。那么，如果川普政府有了委内瑞拉的重石油，因为美国的很多炼油厂就是主要是炼这些重原油。那么重原油这样的委内瑞拉提供的话呢，加拿大就完全在讨价还价中跟美国没有任何的排可打了。所以说对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对整个世界原油市场也会产生重大的这个调整。而且的话呢，就是如果美国能拿到大量的委内瑞拉的廉价的重原油，美国未来的这个油价各方面可能都会比较稳定。所以各方面来看的话呢，不管是经济、地缘政治方方面面，都可以说是对世界格局产生了一个重塑的作用。在杰森新闻快递上，昨天还做了一个伊朗有一个年轻女孩用20分钟讲伊朗局势的事情。那期节目的话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目，它是让大家在10几分钟内就对目前伊朗的全部的国内格局、民意产生一个全面认识的一个节目。如果有空，大家也可以看看那个节目。如果还没看的话，整体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在过去这3天里头，2026年刚刚进入的3天里头，世界已经
在两个关键的国家伊朗和委内瑞拉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这对中共完全是噩梦，但是对于世界其他的很多人来说，这将是一个我们说一个让人振奋的一个2026年的开门。好，我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可能全面涵盖川普新闻发布会的所有重要内容。如果您还没有看我在杰森新闻快递中提供的口译节目，希望您能在看完这期节目后转到那个频道，更全面的了解整个军事行动和其他深远的影响。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两个频道。